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呢，台湾媒体在报道的一则国际新闻很多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呢，被诈骗集团呢以高薪引诱骗到柬埔寨呢去打工结果被诈骗集团的控制行动如果要逃走的话，还会被毒打一顿甚至还有被强摘器官的这种事情那这样子的新闻呢，闹得沸沸扬扬那中间呢，就有台湾的媒体以显著的标题报道说，慈济终于出手救人救出2人但是呢，却没有具体的内容只是一个耸动的标题而已那我要利用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的这个机会呢，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新闻新闻报道出来的当天傍晚我陪着证严上人在精舍里面散步那言谈之间呢，那证严上人就殷切的提醒柬埔寨的这个事件呢慈济最多只能够协助买机票以及提供机票跟生活的安排其他都不能介入这个是上人指引我们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则那其实这样一听就知道说，慈济的立场呢是非常清楚的是不会逾越分际的这种跨国集团的诈骗跟掳人事件呢，背后的牵扯是十分的复杂的那成员呢，诈骗成员包括什么？来自中国、台湾、泰国、柬埔寨所组成的。那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介入都非常的不容易的，何况是民间的慈善团体慈济志工即使在一般的灾难现场天灾的那种现场里面呢，顶多是扮演第2线的角色呢，去协助第1线的救难人员那第1线的救难人员更是要有经过特别训练跟专业技术的，不是一般的志工可以承担的所以这个慈济终于出手救人的这个新闻标题呢，听起来是很耸动但呢却讲不出什么具体的内容充满了这个可以说充满了一些诡异跟玄机这个如果没有用智慧去判断跟求证的话呢，很容易就会被误导了现在就是五浊恶世的乱法时期不但夜叉邪魔的论调很多甚至呢假新闻假讯息充斥。那我们只要稍一不慎就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不但没有净化人心还误导了人心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大家都在讲的嘛。那透过释放不正确的新闻跟讯息呢，来达到呢带领风向或者扰乱人心动乱社会的目的那我们都要很小心去应对了我们今天就利用晚上直播的机会来提醒大家不要被蒙骗被误导如果慈济去救人的是真实的事情的话，那慈济也有大爱电视台来报道嘛哪有不报道的道理呢几十年来台湾的电视媒体发生在发生很多大灾难的现场里面呢他们都会尽量把镜头呢避掉慈济人的画面那到现在呢还是一样所以这一次呢有媒体在报道这么主动的热心的报道呢这是一反常态的做法可想而知的这个是我们会有心中很多人会有疑惑当然如果真的是报真导正，慈济真的有去救人，那这种新闻你要报的话，那当然是很好所以呢，不真不实的这种新闻跟讯息呢，也叫做邪气的简单说，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种不真不正之气叫做邪气那报真导正呢，叫做正气那不真实的东西呢，透过巧妙的包装会让人的信以为真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唯有心存正念才会正而不邪也才有可能以正去破邪假的跟不真实的也可以让我们提高警觉的从中学习叫做借假修真好，
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啊。那一半就是1/2嘛，那1/2就是0.5啦。我们常常都会讲2×1天作5，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珠算除法的一句口诀啦。那1/2等于0.5的意思，这是比喻呢两者平分的意思啦。那很多人都会讲2×1天作5但不一定知道说原来它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呢，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呢，就是把两个一半呢加起来，把两个0.5加起来，那就是2×1天作5嘛，那才会是完整的一叫做合而为一啦。就好像说尽思法脉入心，持记宗门入行，入心跟入行，有形跟无形，有为跟无为，两者2×1天作5，合而为一啦。这样就是完整的一圣真实法了。法脉跟宗门能够少掉任何一半呢，就不会完整了，就不会圆满了，就会偏执一边，就不是中庸之道了。所以过程中能尽其在我是很好，但如果对结果不能顺其自然，那这样心念就会执着在这个结果上面呢，而患得患失，就会给自己带来心理压力跟负担呢。那这样就不好。那另一种状况是什么？对任何事的结果都能顺其自然，看得很淡这个算很不简单的啦。要把事情看淡看开也不简单啦。但是过程中呢，他却是没有尽心尽力，也不尽其在我。那这样的态度叫做因循苟且、敷衍了事那这种随随便便的做事态度，就会给我们带来了习惯性的失败。这样也是不好尽其在我，顺其自然呢，是来自一句古话。这句古话叫做性之所至，心之所安，尽其在我，顺其自然性之所至心之所安的意思就是说，自己高兴开心去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内心安定的地方啦。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啦。那尽其在我，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什么？做事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尽心尽力，但之后的结果呢，就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去欢喜接受。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简单讲尽其在我就是尽心尽力啦，顺其自然呢就是随分随力。尽其在我就是提醒，顺其自然就是放下。尽其在我就是事来即应，顺其自然就是应过即放凡事尽心尽力之后呢，无论结果如何，一定要一切随缘这样才是提得起放得下。如果只是提得起，但是放不下这样呢，埋怨烦恼忧愁就会如影随形其实随缘跟尽力呢就好像两兄弟一样两个人是一组尽心尽力必须要随时带着一切随缘，也就是随缘必须时时紧跟在尽力之后只重随缘却不尽力，会落入随便之嫌只重尽力却不重随缘，会落入压力之中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没有压力的话呢，心情才会轻松心情轻松呢，生活才会轻安一份欢喜的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会被别人剥夺的财富财富会被骗走或偷走，但我们的好心情呢，没有人可以把它夺走的心态好，心情才会好要做好事情就要先培养好心情所以不要为昨天的失意而懊恼不要为今天的失落而烦恼，也不要为明天的得失而困扰。一切我们要学习呢，顺其自然淡泊名利才能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才能随遇而安不过要注意了，顺其自然
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去努力随便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就变成随便了嘛。顺其自然的意思是说，努力之后呢，我们的心里就要有勇气去接受一切的成败也就是说，顺其自然中努力，在努力中顺其自然任何事呢，尽力而为就好至于成功与否，那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之中的天意是深不可测人是永远无法跟上天去争强的啦顺天者易，逆天者劳。意思是说，顺应天理的就能得到安乐，违背天理的就要受到苦劳。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尽其在我，这个在我就是超之在我的意思。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呢就是超之在天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者尽人事，听天命都一样，意思都是一样的啦那谋事在人就是事在人为嘛虽然事在人为呢，但最后还是要成事在天呢，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成事在天跟听天命意思都是说由老天爷来决定的，我们无法强求了只能随顺因缘，顺其自然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最近有一位志工在我演讲的过后呢，双向交流里面呢他提出他的忧虑他问到了他说现在的气候变迁、能源短缺啦以及高通货膨胀的这个课题呢在全球呢在那边讨论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让人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可是感觉好像很多人还是漠不关心也无动于衷这样的现象很让人心灰意冷这要怎么办呢？好像是忧国忧民那我就与众分享我的浅见他这位志工感觉来不及嘛那我就说自己感觉来不及，就要赶紧鞭策自己，身先士卒，尽心尽力去付出这个叫做尽其在我啦。那别人感觉急不来，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就让他慢慢来这个叫做顺其自然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及时去投入呢？那是尽其在我的事情那别人要不要发心跟进，一起投入，那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我们唯有做到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会随境而安，随缘自在千万不要影响不到别人，度不到别人就心灰意冷这样心中不喜悦，就会起烦恼，就不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还有很多尚未自度自觉的地方大家都是在成长中在学习，大家都是在学习中了在成长进步之中了。只是呢，有人进步比较快，有人进步比较慢，有人进步明显，有人进步不明显是这样的差别而已嘛那这个我们也是要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你也没办法勉强他嘛。那也有一位志工妈妈了她这个志工是当妈妈的志工了她很喜欢投入带动那些中学生的年轻孩子那而且呢带得很有成就感效果也不错了可是呢，就有另一位志工呢在背后就说他的风凉话了说哎呀，他喜欢带那个国中生是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个国中生的儿子呢很顽劣不听话了那这样的声音被这个志工妈妈听到他就很不开心闷闷不乐那有一天呢，我们在金色巧遇了他就跟我谈及他这件事情带给他的烦恼那其实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我们的孩子值这个青春期比较叛逆不乖
这是大部分为人父母都会经历过的事情呐。那为什么带别人的孩子可以带得很有成就感，那带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成效呢？这个我们就要静心思虑，检讨自己。尤其要把带慈幼班，慈幼班就是国中生的这个志工的团队了要把这个慈幼班的成功经验用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上，要把它用出来。那不管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被我们改变至少我们是已经尽人事啦，听天命啦，尽力过后就要一切随缘啦，意思是这样子嘛。因为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孩子也是靠业力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呢才会有些孩子呢比较好教，有些孩子呢比较难教的原因在这里嘛。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不乖，而别人却故意这样的在我们背后说风凉话这是印证古德所说的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没人说啦这个时候更应该自勉自己自我勉励的提醒自己的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那别人要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那是随时自己要反观自照的功课不过呢我们也必须有察纳雅言的心量即使他讲的不是真实的，变成一个人言可畏那我们也必须用智慧把它转化为什么人言可贵嘛。以上我们所分享的都是强调了这个要随顺天意跟天命才能够顺其自然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不顺利的事情都推给天意老天爷也会觉得很冤枉明明是你自己不努力没有尽力却把责任推给我这样也不对老天爷也会很冤枉有一句俗语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呢很多人常常在讲，但是呢也常常被很多人误用。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是自己没有先尽到人事就用无所谓的态度呢说听天命顺其自然也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呢才导致失败。这个就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观念错误所以没有先尽人事就不能随口讲听天命这个观念很重要。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司马牛，个性比较消极一点经常一个人呢独自感慨的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刚刚我们讲的这句嘛他不是在感慨说他没有财富啦或者生命无常啦不是这样子，他而是感慨自己身边没有朋友啦。这个司马牛旁边没有什么朋友啦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没有朋友呢是天注定的靠自己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也没有用了，他是这样子认为的。后来这件事情被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叫做子夏他知道了。他们子夏跟司马牛都是同一个老师嘛，看在同事的份上呢，这个子夏呢就用一句话来勉励这个司马牛啦这句话叫做什么？君子敬而无私的这句话也是很好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后来没有流行起来被后世的人遗忘了大家只记得前面那一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不晓得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君子敬而无私那子夏这句话要劝司马牛什么？不要有消极的想法人生有些事虽然人力不可改变，但是在交朋友人际关系这件事情上面呢，就要改变一下自己交朋友的观念跟行为举止你主动去关怀别人，尊重别人，同理别人，以诚待人，这样别人才会被你感化嘛就算之前不是朋友，慢慢的也会被你这样的磁场你的诚意呢感动而成为你的知己，你的朋友嘛。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朋友的多或少，或者人缘结得好不好，不是靠
不是老天爷决定的，不能讲靠听天命，而是靠自己的情与诚啊，就是那个热情啊跟虔诚的意思啦啊，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怪天意，不能怪命运，意思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呢，遇到一些挫折啦，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呢，啊，就会很感慨的说呢，这就是自己的命啊，怪给命运了。可是呢，我们真的能把所有不如意都归咎为自己的命运不好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命运吗？遇到挫折或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努力过了，有没有尽心尽力，中途有没有那个环节呢？因为自己的不用心而出差错呢？检讨过后，如果整个过程都已经尽心尽力了，也问心无愧了，那可能真的是你的命运真的是很不好。要这样，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讲说怪命运的。你还没有努力之后呢，还没有努力之前，你不能讲说是命运不好，是人的问题，不是老天爷的问题。道德经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知名度也非常的高。即使你没有读过道德经啊，那这句话可能你也听过了是孔子的老师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非常难懂的一句话称得上是奥妙无穷啊！领悟了，那你就是高手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地为行为规范，那地呢以天为行为规范，那天呢天以道为规范，那道呢以自身，道到最后回过头来以自身为规范非常奥妙。人法地我们讲第一句人法地的意思是说，人的日常起居跟休养生息呢，这种行为呢，都要遵循大地的运行规律啊。简单讲，冷了要穿衣啊，饿了要吃饭啊，春天要播种啊，秋天要收割啊，等等。所以这个人法地的地，就代表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意思啦。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去遵守生存空间里面的游戏规则嘛。什么游戏规则？简单讲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业就要遵守什么行业的规矩，在什么单位你就应该遵守什么单位的制度社会制度跟法律规章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你一旦违背了这些制度法规呢，你就要受到制裁，你可能也会遭到淘汰，无法立足了。这个就叫做人法地。那地法天呢？意思是说，地的运行规律呢，是遵循天的法则就好像地面上会有四季嘛，很分明的嘛，那是依赖太阳的运行规律呢而产生的啦。也就是说，太阳距离的远或近呢，由此产生的春夏秋冬嘛，四季嘛。同理呢，天上有下雨，那地面上的农作物才能够生长嘛。天上有下雨，我们的水库才能够蓄水啊，让大家有水可以喝啊。这个就是这个运行的道理嘛。那地法天，这个天是指什么？天意、苍天、老天爷的意思啦。刚刚前面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尽人事听天命或者说小富由俭，大富由天里面所讲的天就是宇宙万物都必须遵循的，是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啦。再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更清楚一个再大的企业呢，也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企业利益呢，就可以无视环境的污染无视社会的观感如果这样子做，就是什么？就是逆天而行就是自寻死路了就不可能永续发展下去了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第三个天法道，就是说天是遵循大道的运行规律大道也可以简单讲，就是真理啦，不变的真理啦。那大道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呢？一句话
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哈。那句话就是什么？跟以前我们举过的例子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一听就懂。现在举个例子讲，大家就懂。街上那么多人，或很多人都聚在一起，有一件事情呢，是每一个人都努力在做，分秒都在做，也做得很自然。但是我们旁边的人或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什么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默默在努力的呼吸。这个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了。那这样解释大家就很容易懂了啊。好，那最后一句，道法自然，不勉强不强迫，叫做自然。就是刚刚讲每个人都在努力呼吸一样嘛，很自然的，不做作啊，对哦，这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很自然的本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会强求，不会刻意，不会矫揉造作自然而然，没有一丝人为的干预完全客观，完全无为，这样叫做自然其实人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啦，很单纯的都有亲近的本性之所以变得不单纯不自然呢，那是因为透过人为的施加强力，受环境改变了造成太多的心存定见啦，先入为主啦，越来越固执啦，而迷失了本来的自己的，以至于呢变成颠倒错乱，错误百出嘛。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到底了呢，绕了一大圈，其实是在说什么？人法自然，人法自己，人法自性。这个跟以前我们分享过好多次的佛陀讲的智依止、法依止、摸义依止呢，不谋而合都是强调回归自性三宝。简单讲就是做真实的自己虽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去，但最后呢，全部从同一个门出来，到达同一个目标这个就是殊途同归啦，也就是回归到自性三宝，回归到自己，回归到自性，回归到自然这个是非常奥妙的道理。这样子分析，应该大家就比较容易听得懂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一半顺其自然其实照刚刚讲的道理呢，应该是全部顺其自然才对怎么才一半顺其自然呢？对，因为我们菩萨道不是研究佛理是实践佛法实际的法门，要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中门法脉左右各一半，两个双轨并行就是菩萨道的一圣道啦，一圣法啦因此呢，要走入人群去做事，就要尽其在我尽心尽力这叫做前脚走。但是做过之后呢，就要懂得顺其自然，随顺因缘，这个叫做后脚要放。所以以菩萨道来讲呢，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比较能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比较务实的世间法。我们再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明了了一般人在开会中在团体中开会一旦意见没有被接受的话呢，心里都会不舒服不开心甚至呢严重一点的萌生的挫折感。为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不接受呢？会这样子有的人甚至因此他不会说挫折感，他还坚持己见个性比较强的，他会坚持己见跟人家僵持不下了，这样就不好。在会议中，我们提出见解跟意见呢，这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一种用心跟尊重，自我要求，我的责任，这就是尽其在我。那至于别人听不听我们的意见，或要不要采纳我们的意见，那是别人的权利，我们无法勉强别人那是操之在他我们不志不求恒顺众生这个就是顺其自然也就是刚刚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家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就放下自己的定见，这样心空无见，去除我见，烦恼就会自动跟我们说再见。能做到这样，就叫做解脱之见。学佛要解脱烦恼，解脱生死，解脱知见啊，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啊！能够做到这样的，也就是在浅尝涅槃的滋味了，尝到涅槃的滋味了啦，浅尝而已啦。有一句话叫做，刚刚有讲过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顺其自然、随境而安的处事态度。哪人尽如人意，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去解读一件事情，以致呢，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道理的诠释呢，不尽相同啊，叫做事众同文啊，法味同解啦，所以能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但求无愧我心呢，是既然人人观点不同，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对错，我们只好扪心自问，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好，没有什么好坚持的，这就是无愧我心呢。每一个人也都有被误解、被冤枉、被批评的经验这个是人之常情因为哪个人前不说人嘛，谁人背后没人说嘛。然而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也都不一样当无法尽如人意或彼此心生误会而产生嫌隙的时候呢，有人就会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没有也看到别人也有有人就会生气、动怒、义愤填膺有人因此自感无辜、无奈而愤世嫉俗、自怨自艾，有人也会急着解释，结果越描越黑这个是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子但是也有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保持心平气和，以耐心等待因缘寻求在适当的时机做出解释，即使没有机会解释的，也要相信日久见人心，不用急其实有时候缘结得不好你再怎么有理也说不清再怎么解释也是多余的啦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经验所以青山无所争，没什么事好争的跟好计较的，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要用无争跟随缘来做真实的自己这个叫做得之淡然，失之坦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能做到这样呢，就算是一性圆明自然法譬如水，经藏演义序曲的第一段就是讲一性圆明自然也就是贪嗔痴慢慢的减少就会越来越一性圆明自然的意思这样解释就比较容易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管你什么荣华富贵、恩怨情仇都会灰飞烟灭。其实老实讲也不必等到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去体会这个道理的，去几个地方渐进学习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开了，得到学习的机会了。怎么做？去医院的急诊室或外科病房去体会一下，那效果要比较好的话，直接去太平间跟停尸间更好，去体会一下那种情境不管冰柜里装的是达官显要，或者是凡夫俗子、贩夫走卒都好，众生平等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啦，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标准放低一点，能活就是一种幸福，能活着又有一个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并顺其自然的生活，那更是幸福美满这种道理只要去医院的太平间跟停尸间去身临其境体会一下或自己曾经大难不死
在鬼门关走一回的啊，那更会有所启发啦。人一旦碰到前进无路的时候，必须靠转念啊，才会有立即后进的转圜空间呐。因为地球的前面跟后面是一样大啦，何苦一定要往前呢？更何况有时候呢，你是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啊，那到底是前还是后呢？就好像圆形的跑道啊，我们很难去分辨出谁是跑先，谁是跑在后啊，是吗？分不出来，圆形跑道啊，分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什么？非前非后的道理啊，也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道理。虽然没有前后的分别，当然既然没有前后的分别了，那当然就没有什么进退的执着了嘛。其实呢，前进或后退呢，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啦，而是在于目标的位置。这句话很有道理哦。前进或后退，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啊，而是在于目标的位置。举例来说，两个人并肩反方向站着啊，我站这样子，旁边这个人呢，他是背对自己，他面向那边，我们这样子并肩站着，我的前就是他的后嘛，他面向那边嘛，我的前就是他的后嘛，对。那我的左呢，就是他的右啊，所以前后左右也是要看你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判定，是很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讲东方琉璃世界或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一种方便的叫法啦。其实东方跟西方，它只是个代名词。你信什么，我信什么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那也是个代名词而已的。一般我们讲专有名词，只有你有。其实以佛法的宽广角度来讲，那只是个代名词啦。叫这个人就知道是你嘛。所以东方跟西方也只是个代名词。从东方看它是西方，从西方看它是东方啦，对不对？所以净土也只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啦，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也不是说往身后才可以去的。其实真正的净土呢，就在当下自己的内心呢，所以我们才会说心净佛土净嘛，讲这句话嘛。什么意思啊？心净则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净土，心不净则无论身处何方都是秽土，这个就是真理了。现在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请问大家，面向目标一定是越走越近吗？面向目标一定是越走越近吗？不一定哦。面向目标不一定越走越近，背向目标也不一定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也不一定越走越远来花莲搭火车比较快，还是自己开车比较快呢？这也是很难讲啦，要看情形啦。平常日子可能开车比较快啦，但是碰到连续假期，公路容易塞车啊，尤其现在是暑假大家都跑出来旅游啊，这开车可能比较慢一点啦。同理，走直线的距离是最短嘛但一定是最快到目标吗？绕道距离会比较长一点，一定会比较慢到吗？这也是很难讲。所以远近快慢不是绝对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旁边的人无法确定我们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他所说的前进后退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依你来看是退，对我来讲是进。农夫插秧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他是后退其实对这个稻田来讲他是前进到底是进还是退对不对？同理我们坐在疾驶的火车上面，窗外景物快速后退其实窗外的景物没有后退而是我们的火车快速向前那我们坐在火车里面看起来是快速前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动我们坐着没有动动的是什么？动的是火车对。
还有有的人说，哎呀，很忙啊，所以没有时间呐，这是一般人的说辞啦，没有时间就借口说很忙啦。但是懂得利用时间的人是什么？虽然很忙，但是还有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会用速度换取时间嘛。做事速度快，时间就增加出来了嘛。做事速度慢，时间就拖长了，浪费掉了，时间当然不够用嘛。人家要用1天，你要用4、5天，你时间当然不够你用啊。早期的我在马来西亚推动慈善工作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是都20、30年前了嘛，马来西亚的生活步调比台湾慢啊，那工作效率呢也是慢半拍了因此呢，很多的会务推动了都要靠催促，频频催促。有做生意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做生意不是坐在那边等人家来送货给你，你要懂得催啊。你催的话，他就先给你了不催的话，他就慢慢给你生意是这样子嘛其实做工作的心态也是一样的这有一天呢，就有一位年轻的同仁疑惑的问我了，他说：“师伯，你什么事都要求我们要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可以快，什么事可以慢？”我回他说：“现在你们做事效率还很慢，所以要先学习快等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快速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再来告诉你们什么事可以快，什么事可以慢。”结果呢，一段时间过后，磨练过后呢，大家的做事观念跟这个心态改变了，已经都习惯的做事要快速积极这样才会有工作士气跟朝气活力嘛。他们习惯了所以习惯也是靠养成的嘛。所以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灯亮就要加油。要学习就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勉强自己假以时日呢，最后经验、能力、心智都会有效提升那时候呢，我们回首来时路，就会深深体会到说：哎呀，被勉强的感觉真好为什么很好？因为获益的是你自己但是这个也要有很好的主管来带领他们来催促他们来给他们在职训练的意思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就到此结束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今天晚上上线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